大家好啊！今天带大家一起探索东北三宝之一神秘而珍贵的人参，看看它到底有多神奇。人参我们不懂，找专业师傅给大家讲解一下哈。那您家啊，没有不拍你放心。只要咱们看一下，这是好的。哎呀，这个参，看这个参，这个参，年数27、8年的参。怎么看27、8年呀？看这胡同啊、蜜丸，这一节一节长出来的。啊，就这个呗，这个褶褶。然后其实再有钉，完了参干上的纹，体现出这纹理。啊啊，能看见这个纹理呗，一个杠杠一个杠。年数长了嘛，要好就算是比较好，接头啊这些。也要看身形呗，一般什么样身形好看呢？身形顺体的，像人字形的比较好点。越像人形的越好看。对，需要伸展开的，灵活一点。哦，这个就是上面那个杆儿呗。啊，对，这秧杆生长的秧杆掐掉的。啊，这人参你看都是横着躺哈。啊，对，我平着生长。啊，都是平着长的。这个20年的参，你看纹理干啥的？20年的参，你看这纹钉，这是骨头是长的年数。叔叔是这个纹理越细越好吗？那肯定是了。啊，这个那个好像就比这个要细。对，这个也行。啊。你看这种参，这也是22、23年的，这是炉头延续生长，完在这憋炉了，就受过残疾以后，形成完从这就长，纯炉的基因，年数长了嘛。林下参属于是仅次于野山参的，对，它只是在野外环境里生长，只是人为的给它种在山上，但是在自然环境里头，森林里就给它撒个籽儿呗。对，撒籽有移栽的，完了在森林里长，20好几年。它有10好几年的，有10来年的，20来年的就好参了。对，算是可以了。在人参断定当中，15年以上就属于野山参状的了。它的浆脂含量达到了。一般多少钱一颗呀？有几十的、100多的、200的、300的，这都有。价值不等呗。哎，对，完了有你要再好点参，几千的都有。林下参。林下参身形年数最好的是野山参，然后是林下参，是林下，然后呢？宜山参、圆子参啊。3种。野山参少，很稀少了。野山参，他们还一人问我爸说：“你爸挖没挖着过？”以前我挖，现在哪有了？一个参产源的地上，它就在那个范围当中。你有个大的挖走了以后，再也不产生籽儿了，然后越挖越小，都没有这个。它没有复活的能力。它不是像别的木。那我把籽儿撒那儿呗。撒籽儿那不是从籽儿上人为的吗？大的没有，它有。你现在去撒，你再经过20到你60来岁，你能去享受这个？对，这个是在80几年、90几年人为的，到现在20多年、30来年，这么行为。你要现在说咱人籽儿不够，那你还得等了30，那你这都到你60岁才去享受。参的价值高矮是论年限，年数越长含量越高。为啥说一个野山参几十万的都有？它就是年数100来年的嘎的浆汁这么充足，含量特别高，它的自身能力特别强。就像我这个参都放了1年了，去年10月份到现在这就是8月份了吧？你看算多少个月了？80亩，它的自身能力特别好。对，你这是放到现在鲜参，没经过什么东西。你看有种菜，你放了几天有多大？这种它就没事，它不烂啊。对，你看搁外头休眠了，它经过冬天变化，都能复活。都在主产地里，它的东西这个质量含量元素不一样。你像咱东红这块的那个徽菜，还有主产地，你这块生长的这个菜含量元素受吃，你到外地也有，但是它就不一样。对。就是地区的环境差别，就是各种植被在哪个地区主产地生产着，它就是在这。你说卖那么多人参，你说全国来说卖，黑龙江的野山参人参在哪有？不过人吉林那边，人家主产地人家就长这边鱼好，你看呐，我瞅这个那个最长了，那个须子，你看那须子长多长？连着多。人家说那叫炉头，你还在那脖长。腿儿也长，人家这全。我告诉这黄芪、党参、传地龙，还有华树茸的黑茎，这是山木耳，那个是啥呀？中国东北的采参人都是怎么挖人参的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用了5个半小时。开始展示吧。首先保护好了脚和腿，2层护板。
一个大靴子。这够抗热啊，3层保暖。可以还有就是一瓶水，长筒袜改的冰袖，口味够重。箱子、扎香头、铲子和剪子、杀虫剂，行，行吗？行，成了专业探险者了。今天是2年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上山，连狗都没带的这种。加油！偶遇了几只白色大蘑菇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品种。为了避免躺板板，咱们就不动这个白伞伞了。很漂亮吧？一波开会的蝴蝶，10来个。这又是什么情况呀？密密麻麻的，满身尽带黄金甲呀，依然不认识啊！哎，给取个性感的名字，就叫它图丁菇吧。看长得像不像图丁帽？这一小块是传说中的灵芝吗？边上是红的，这外边是白的。收了再说。哎呦，挺硬。你看，嘿，收了。这块的细心好多呀。这儿，还有这儿，那是。咱还是先找棒子吧，把时间放在刀刃上。上山3个小时零20分钟，终于看见一个，还好没放弃。这是一个4皮叶，但是这个不知道怎么掉了。自己一个人上山也要喊棒槌，4皮叶，仪式感得有啊。这种子掉了一大半了，还剩了几个？1、2、3、4个，还剩了4个。还有一个指路的，这个是指路的这个。这个杆还挺粗，不知道是个下边怎么样。先把种子给收了，这种子红了就是好看。哎，又掉了一个，还剩3个，在哪儿了？待会儿把这3个给埋上。这边这几个种子应该是让鸟给吃了，在地上就找着一个。看看这个，好松啊！这月完了，有耗子洞。你看，又去那边了，这耗子洞去那边了。这个参是往里边长的，那边长的，耗子洞是去那边的。应该没事。哇，有芽苞了，看了吗？长出芽苞来了，看一下芦头怎么样。哇，芦头不短啊，看了吗？从这儿往下去。哇，俩手。看一下啊，这土清理的差不多了，这个体很灵。拐着弯往上长的，身体正好被这个树根横着给别住，像安全带一样。来剪断，看了吗？这儿有一个钉，去那边，这根儿是去的里边，把这儿给掐断。来了，合伙人，还是得俩手，一个手，还有一个往下长的，这个钉须是往下长的，看看这个往上，根儿也是往上。千小心万小心，须毛还是断了一个，现在就还一根主须没出来。还挺长的这个。
曲里拐弯了，好像还有点锈。这年头还行，下边是确实有锈啊，你看黄色的。下边有2指的圆骨，上面还有堆花板，像小天鹅似的。把这颗种子再给它埋到这个坑里边，看看还能不能长。真的不错，到时候芦头长得长。这块儿快到了窝子上边，附近没有青苔，也没有蕨类，只能找点草叶子、树叶子裹吧裹吧。一放了线，这次用的这种小盒，比较轻便。把这3个种子给安排在树下边。看看以后谁能得力吧，谁长得像谁吧。这么大的9叶草可实属不好碰，看杆儿就这么粗，棒槌不够，9叶草凑。奈何我学艺不精，这么多的植物都不认识。这是啥呀？多漂亮，小叶子长得。还有这个。种类丰富。今天挖的这根人参虽然形状很奇怪，但是须毛很漂亮。用了5个半小时，不是很累，但是太热了，山上也很热。回家，看这家伙挺漂亮吧？还收获了点9叶草，一个小灵芝。人到中年不得已，塑料瓶子泡枸杞。你知道吗？东北人参并不只有一种，而是分为4大类，分别是野山参、林下参、宜山参、原参。每一种人参的生长环境和药效都不同，今天就带大家一探究竟。野山参顾名思义，就是完全生长在深山老林里，没有人工干预，靠着大自然的养分缓慢生长。它的寿命可达几十年，甚至上百年，形态独特，根须发达，被认为是人参中的极品。要找到一株真正的野山参，难度非常大。老猎人们需要在长白山的密林中，依靠多年的经验，寻找鹤顶和龙参。一旦发现，必须用特制的参锄小心翼翼地挖掘，避免损伤根须，否则价值大打折扣。野山参的特点是纯天然生长，药效最强，根须发达，形态独特，价格昂贵，市场极其稀缺。适合的人群是体质极度虚弱，需要长期调养的人，但由于价格昂贵，多用于药用或收藏。如果说野山参是自然界的奇迹，那么林下参就是半野生的人参。林下参是将人工培育的参苗移植到天然森林环境中，让它在接近野生的条件下生长，生长周期一般在10至15年左右。由于林下参不经过农药、化肥的干预，它的品质远胜于普通种植的人参，但价格比真正的野山参便宜很多，因此成为市场上性价比较高的选择。林下参的特点是生长环境接近野山参，品质较高，价格适中，比野山参便宜，适合作为日常滋补品。适合的人群是需要长期调理身体，但又不想花天价买野山参的人群。宜山参其实是介于林下参和原参之间的一种人参，它的前期生长是在人工种植的环境中，等到一定年限后，再移植到山林中，让它继续生长3到5年，借助自然环境提升品质。宜山参的外形比原参更接近野山参，但其生长时间较短，药效也相对弱一些，因此它的市场价格比林下参低，但比原参高，是大众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人参品类。宜山参的特点是介于野山参和原参之间，品质适中，价格相对亲民，适合普通消费者。适合的人群是适用于一般滋补，想要较好品质但又不想花太多钱的人群。原参是完全人工种植的人参，一般生长周期为5到6年，可以在农田中大规模种植，因此产量最高，价格也最便宜。
市场上绝大多数的人参制品，比如人参茶、人参粉、人参酒，基本上都是用原参制作的。原参虽然没有野山参、林下参的强效药用价值，但它仍然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，适合日常食用。原参的特点是人工种植，产量高，市场供应充足，价格最便宜，适合普通大众，适合泡水、炖汤、日常保健，适合一般健康人群，日常保健和补气养生。关于人参的选择呢？如果你想要最强的药效，不差钱，选野山参；如果你想要接近野山参的品质，但价格可接受，选林下参；如果你想要比原参更好的效果，但预算有限，选宜山参；如果你只是想日常养生，价格最重要，选原参。对于人参的食用方法呢，可以将人参切片，用温水冲泡，适合日常养生。可以搭配鸡肉、排骨等，炖煮3小时，让营养充分释放。可以用人参泡酒，适合长期储存，增强体质。可以将人参粉末或薄片直接含服，吸收更快。食用人参也有注意事项，易上火的人需要谨慎食用，高血压、感冒发烧时不建议食用，不要与茶、萝卜等解药性的食物一起食用。如今，现代人参种植技术越来越成熟，人工培育的人参品质也在不断提升。但无论科技如何进步，真正的野山参依然是稀世珍宝，一株几十年的野山参甚至能拍卖到上百万。人参不仅是东北的特产，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。你有没有吃过人参？你想听中国东北地区关于人参的奇幻故事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。视频的最后呢，带大家看看零下30多度的极寒环境中，拍摄一整晚的星空是什么样子的。零下30度，拍了一晚上星空，看看成片吧。